你能容忍你的丈夫给你戴绿帽子吗？大吵大闹离婚，那可不是我的作风。我会选择隐忍，直至他疯掉。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叫王玲，今年39岁，周围的人都夸我儿女双全，老公有钱，妥妥的人生赢家。只有我心知肚明，我的儿子并不是我亲生骨肉，那是一个雨夜，老公李庆国带回一个男孩，这是我领养的孩子，他太可怜了，我们一起把他抚养成人吧。呸，那就是你的风流债！我歇斯底里地咆哮道：哼，你自己没本事，生不出个男孩，还不准我自己想想办法？你无耻！我咬牙切齿地说道：你要是接受不了，那就离婚。他以一种轻蔑的态度说道：这个男孩只比女儿小2岁，当初我帮着李庆国打下大片商业帝国，没黑没夜地陪他忙，最后落下不能再生育的毛病。这个男孩就像一把血淋淋的刀子，割开了我不堪入目的人婚姻，也让我看清了老公最真实的一面。为了这个孩子，我哭过，闹过，换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协议书。看着上面的字，我心如刀割，独自开车来到了海边，海水冰凉刺骨，却不及我心中1/1000寒冷。我冻得浑身发颤，却不断朝着深水区走去。我想一了百了，忽然眼前浮现出女儿的模样。为了女儿，也为了自己，我必须好好活下去。天亮后，我大病一场，病好以后，我像换了一个人，接受了这个男儿，并且向李庆国承诺，我会视他为己出，和我女儿享受一样的待遇。一晃10年过去了，这个男孩长大了，我们给他取名为李子玉。这些年来，我信守诺言，女儿李然然上国际学校，学马术、冰球、游泳、滑雪。男孩同样享有这些让人极度发烫的优厚条件。老公对我的表现也很满意，偶尔略表歉意地说道：这些年辛苦你了。这个时候，我就趁机向他要钱，只有钱才让我觉得真实，只有钱才不会背叛自己。当时为什么能容忍这个男孩，就是要给女儿攒嫁妆。现在女儿名下有公司，有存款，有股票，有房子，女儿也算争气，在我含辛茹苦的培养下，取得世界名校的录取通知书，而儿子却是个整天打架斗殴，是个不折不扣的混世魔王。老公只能使劲砸钱去国外水学历。一顿颇有戏剧性的晚餐开始了，一面是女儿名校的录取通知书，一面是不知何时又与人打架斗殴的儿子。老公的脸耷拉下来，怒不可遏地朝儿子喊道：你看看你姐姐，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物？而李子玉直接将桌子掀翻，就是我老子讲话也要注意分寸。老公满脸通红，血气上涌，直接朝着儿子打来。我和女儿相视一眼，赶紧把他们爷俩分开。就这样，在这样一场闹剧中，女儿飞向了国外。临走前，女儿把自己的学习资料全部给了弟弟。男孩子嘛，就是比女孩子发育晚，就是贪玩，只要自己想通了就好了。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几句话就把弟弟毛给捋顺了。我也趁机给李子玉买了一辆宝马 Mini， 他也不吵，就离家出走了。在机场的时候，李子玉非要给我们3个拍一张全家福，照片中的我们笑得很灿烂，还是你们3个人长得可真像，笑起来也很灿烂，你们才是一家人吗？不知道李子玉为啥来这么一句，不过他自己对这张照片也觉得满意。我把照片洗了出来，放在家中最明显的位置。送完女儿之后，
老公天天忙着出差，也不知道是出去风流还是做生意。老公多少天不回家，李子玉就有多少天不回家。但是只要老公回来，我就提前联系好李子玉，让他回家看看书。所以老公回到家中，看到的是一片慈母子孝的和谐场景。老婆，你有没有发现，经过这么一闹，子玉好像长大了，在家也看书了？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他还以为我心中有结，主动地抱住了我。老婆，这些年真的辛苦你了，有你真好。我笑地推开了他，子玉也是我的孩子，都是应该的。老公来了兴致，非要和我深入交流一下。我说你先等一下，最近你总腰疼，我给你按摩腰。我骑在他身上，给他做按摩。不一会儿，他像一头猪一样打起了呼噜。我把女儿的照片拿了出来看了看，现在女儿出国了，我可以放开手脚了。我的脸上出现了一抹鬼魅的笑容。第二天中午，警察敲响了家里的房门，而老公还睡得像一头死猪。我听完警察的来意，假装吃惊地跑回了卧室。老公，快醒醒，出大事儿了！李子玉确实出大事儿了。他在校园霸凌同学，打架斗殴，辱骂师长，酒后驾车，甚至是强奸未遂。这么多家长一起到警察局去报案，甚至都冲上了热搜。警察把这些告诉老公的时候，他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完全不相信警察，非说有人设圈套陷害他儿子。我直接上楼去给李子玉收拾要去警局要用的东西。这么多年来，带李子玉去警局，我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不断取保候审，不断向对方家长道歉，钱赔付到对方满意为止。我把手机打开，把李子玉3个字打上去的时候，果然蹦出来一堆关于他的新闻。什么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是保护犯罪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不是网外之地。闹到这个地步，估计李庆国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保不住他。我拿着李子玉的行李，费劲地朝着门口拖去。老公就像是一条被踩了尾巴的疯狗，突然扑上来，把行李包抢走，扔到一边。你他娘的，巴不得子玉进去，是不是？我2行热泪直接潸然而下。我是他的妈呀，我盼他进去做什么？啪！李庆国一巴掌就呼了过来。他是你生的吗？警察赶紧将我俩分开，并警告李庆国不得对我再使用暴力。客厅里一片混乱，保姆却也不敢出来。李庆国无力瘫软在那里，身体就像一坨烂泥。这么多年，李子玉的烂事儿你都知道，是不是？我瞪起双眼，无比委屈地看着他。李庆国，不是你说的吗？这么点芝麻粒的事儿别来烦我，能用钱摆平的都不叫事儿。我身体不好，少跟我说这些。他的脸色异常难看，就像吃了一只死苍蝇一样。那然然为什么那么优秀？呵，那是我自己亲生的，他做错了事，我自然下得去手。可李子玉我敢打吗？我看这一切就是你这个毒蝎蛇妇的计谋。说完，李庆国扬手再要打我，这次我没再闪躲，而是直接把脸扬了起来。你来呀！李庆国当场愣在原地，没想到一贯温顺的我竟能如此反抗，他直接扇了自己一巴掌。哎，是我错了呀！这一巴掌，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古人云，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今天我知道，古人诚不欺我。当我决定收养李子玉的那一刻起，我就计划着这一切。毁掉一个孩子的方法有很多，而我用了最甜美的方法——宠溺。对这2个孩子的教育方式，我可谓是天差地别。只要然然做错了什么事，我会严厉管教他，但会在晚上去他房里给他阐明道理，
而对李子玉做错事，我只会打电话通知李庆国，把问题甩给他。如此一来，李庆国陷入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想让我对李子玉多加管教，另一方面又会担心我心里埋着怨恨，会对李子玉不利。而他解决问题之道在于什么事儿都用钱砸，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把李子玉推向了纨绔子弟的路上。今天这个局面，真正的幕后黑手是他李庆国，而我只不过是听之任之罢了。李子玉现在是废了，而李庆国也不再纠结于我，转而继续拿钱办事儿了。电话打了一圈，还是没能成事。他被又气又急，血压飙升到180，我连忙找了降压药给他，又试探着说：“咱们换个思路，从家属那儿入手吧。吃过药。”李庆国老泪纵横地抓着我的手：“对，瞧我这老糊涂，老婆能娶到你，是我天大的福气。”我拍了拍李庆国的手背，心里想的是：我这辈子最不幸的事就是和你结婚，还好这种不幸很快就要结束了。李庆国立刻带着银行卡要去受害者家里，作为一个贤妻良母，我自然也要跟从。路上收到了然然的消息：“妈，我看到弟弟出事儿了，你们还好吧？放心吧，有我和你爸在，不会出大问题的。”自打弟弟小时候的突然出现，家里就变得鸡飞狗跳，一刻不得安宁。我和老公也从相敬如宾的夫妻变成剑拔弩张的仇人，所以然然自然知道这个弟弟身世，也对这个弟弟态度是不冷不热。路上的李庆国脸色阴沉不定，不断揣测受害者的态度，而我却选择沉默，任由他自我发挥。我看着他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每一家都出奇一致地选择避而不见，而我们每一次都铩羽而归。李庆国的身体在不断地发抖，感觉他随时都处于爆发的边缘。他颤抖着手抱着我的肩膀，把脑袋埋在我的肩头。这个总是摆出好似拥有呼风唤雨能耐的男人，此时软弱得像个无计可施的孩子。老婆，我们放弃子玉吧。我温柔地伸手摸着他的头发，宽慰着他，顺其自然吧。这些受害者的家庭之所以选择避而不见，是因为我把他们都说服了。我向他们承诺过，要送李子玉送到监狱，而在此之前，我都给到他们满意的赔偿金额。我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向他们阐明我婚姻的真相。我和李家是有仇的，而他们所要做的是服从我的指挥，给予李家致命一击。其实很多人私下里还是对于我不够信任，但是在钱的面前，他们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现在看李子玉如此困境，他们巴不得落井下石。我也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要为他们讨回公道。回到家中的李庆国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不断在嘶吼和咆哮。他们就是故意的，一定是故意的，一定有人搞我，一定有人想毁了李子玉。老公，您别着急，我这儿还有些熟人，让我来试试。我把电话开着公放，故意挑一些不太好的和关系特别好的，关系不好的对着我就是一顿暴骂，而关系好的表达出略带嘲讽的关心。大家的态度都是：为了一个私生子，你何必忍气吞声呢？经过一番表面的努力，换来了李庆国的内疚和感激。老婆，你别打了，别老让你受委屈。我假装哭天抹泪一番，只要能救出李子玉，我受些委屈都是可以的，让我再想想办法。说完拿起了手机，又挨个打电话了。不一会儿，砰一声巨响，李庆国把手机摔了个粉碎。这些王八蛋一个个都不接我电话，平时称兄道弟，关键时刻都六亲不认，趋利避害都是人的天性。
我们只能管好自己，管不了别人。李庆国嘴上说要放弃子玉，实际上他使出浑身解数，也要把他的孩子弄出来。他开始以暴力相威胁，找了一些所谓的黑道去威胁人家报案人。我在旁边反骨劝导，现在全国打黑除恶抓得紧，你这别把自己再搭进去。李子玉不行，认个错，争取个宽大处理。李庆国听到这个词之后，气都不顺了，赶紧又来了几粒降压药。我在群里发了消息，让大家坚持斗争，一定不要妥协。当晚，李庆国找人威胁受害者的视频就传到了网上，整件事情达到了高潮，举国震惊。捉鸡不成反蚀把米，就是李庆国现在的写照。他把自己搭进去了，公司里的股东早就对他的独断专行心存不满，趁机要他下台。网络的力量是可怕的，整件事的是非曲折很快被人扒了出来，传到了网络上，而李庆国更是整件事情的幕后黑手，公司也受到牵连，股价创新低，股东们要求李庆国辞职，挽回公司形象。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我，老婆，你在那些老股东那儿还有几分颜面，要你陪我去一趟。我点了点头，起身陪他来到了公司。今晚的大厦灯火通明，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一个时机，打开董事会的大门。我和李庆国欣然入席。李庆国刚要坐下，就有人瞬间发难：李庆国，你还有脸坐在那里？赶紧让位！我一直就坐在这里，我倒要看看，我不坐这里，谁敢坐这里？李庆国拿出了气势，四下望了一圈，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在众人的期盼下，我欣然而坐。李庆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怎么也想象不到，有一天他在公司的地位会被一个身边的女人所取代。就这样，公司的大权到了我手上。这10年来，我处心积虑一直列席公司的决策层会议，为了不让李庆国起疑心，我始终心甘情愿地充当他的一颗棋子。哪怕我在公司干出了一些名堂，也把功劳算到李庆国的头上，目的就是要他安心。他也从开始的小心翼翼，到最后心安理得剥夺我在公司所创造的价值。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让大家看到我有治理公司的能力，所以现阶段公司急于摆脱李庆国所带来的舆论漩涡，而公司治理又不能出大的乱子，各方利益都需要均衡，而我就是李庆国最佳的替代人选。到此为止，李庆国终于反应过来，从头到尾都是我在算计他，真是家贼难防。你想夺权是不是？他脸红脖子粗地喊道。公司的老股东都看不下去了。李庆国，你说的是人话。创业之初，你老婆陪着大家一起没日没夜的埋头苦干，才换取今天公司的辉煌。你现在把公司弄得一团糟，你不让位，是想让大家陪你一起灭亡吗？李庆国如梦方醒，我从他言听计从的小兔子变成要对他取而代之的母狼。他望着我，眼里充满悔恨、恶毒等种种复杂的感情。哼，李庆国，在座的各位都是明眼人，你想把公司交给李子玉，他是那块料吗？这不是把船往冰山上撞吗？你想过公司的未来发展吗？你对得起这些陪你同甘共苦一起创业的兄弟们吗？我的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把李庆国说得哑口无言。我让秘书把文件拿来，推到他面前，一份离婚诉讼推到他面前，上面明确写道：由于有婚前出轨行为，李庆国自愿放弃全部婚内财产。王八蛋，你不得好死！李庆国咒骂道。
李庆国本来还想打我，不过他昏倒了，混乱之中他被送往了医院。送到医院后，医生说他受了刺激，瘫痪了。我的复仇大业成功了，而我却彻底迷茫了。10年磨一剑，我努力做一个忍气吞声、低三下四的懂事老婆。我一度怀疑自己这么是否值得把人生的下半段都放在复仇这件事儿中。但看着李庆国对李子玉的满怀期待，对李冉冉的淡漠无情，就点燃我那复仇的火苗。就是再难再苦，我也要把李庆国扳倒。我是女儿唯一的依靠。病床上，李庆国用含糊不清的言语不断地咒骂我。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个女人扑倒在李庆国的身上，不断痛哭。这就是李子玉的亲生母亲蒋丽，她是李庆国的生意伙伴，也是把我的婚姻搅得7、0、8岁的小三。李庆国用他仅有的力量，试图去抓住蒋丽的手，声嘶力竭地朝他说道：“我还有点私房钱，去拿钱救李子玉。”蒋丽这时把头扭过来朝向我，怒气冲冲地说道：“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出手救子玉吗？就算是条狗，养10年都有感情了，你还是人吗？”我听完这句话都被气笑了。这个给我人生带来巨大污点的私生子，现在却渴望我去搭救。我还记得当年蒋丽在我面前信誓旦旦地发誓，只要我能抚养李子玉成人，她坚决不来打搅我和李庆国的婚姻。结果呢，2人藕断丝连，李庆国更是夜不归宿。最后我索性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一，连李庆国都没有能力把李子玉捞出来，我怎么可能做得到？2，你曾经发过毒誓，与李庆国永不见面，结果呢？你们2个依然这样不清不楚。我是信守诺言，把李子玉养大成人，你的诺言又在哪里呢？3，你自己的孩子，凭什么还要我去救？蒋丽让我说的无言以对，自顾自地在病房哭了起来。李庆国这时竟然开始含糊求我，什么1日夫妻百日恩，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从来没见过他低三下四的来求我，今天为了这个小三和他的私生子，竟然开始求我。可想而知，在他的内心中，他们母子的分量肯定要比我和女儿的分量要更重一些。李庆国越是求我，我越是有气。是我在他最艰难的创业初期，和他一起打下一片江山；是我和他一起含辛茹苦，把2个孩子一起抚养长大成人；是我这么多年受了天大的委屈，这么多付出，还不及小三的几滴泪水。一切到此为止吧。蒋丽，我老公病了，他要休息。可李子玉毕竟是李庆国的儿子，是他李家的血脉。蒋丽，你跟李庆国演戏也就算了，你真以为我也和他一样蠢？说完，我将一本亲子鉴定甩了出来，直接摔到了蒋丽的脸上。蒋丽脸色立马变得煞白。老公，这么多年，我一直不忍心告诉你，这个李子玉和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和李子玉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根本就不是亲生父子。蒋丽啊蒋丽，你能告诉我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吗？或者连你也压根不知道？此刻的李庆国眼睛瞪得大如牛，我认真的给他看着亲子鉴定书，他恨不得把上面的字都吃掉。以我对李庆国的了解，他很想扇蒋丽一巴掌，可惜他动不了了。转眼间，李子玉开庭的日子到了。开庭前，李子玉选择私下和我见了一面，而拒绝了蒋丽的探望。妈，我错了，做错了就改正吧，可能你的代价有点大，但人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由于是未成年人犯案，
法院不公开判决。此刻的李子玉蔫头耷脑，双目无神，再也没有小霸王的风采。想来在监狱中吃了不少苦头。此刻律师在为他做减刑辩护，这是我花重金替他聘请的律师。蒋丽突然发疯一般喊道：“不，我儿根本就没有犯罪，这是圈套，都是他的圈套。”说完，他指向了我。肃静！法官高喊道。李子玉，你还有什么补充的？法官看向了李子玉。我妈妈告诉我，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我认罪。李子玉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做一个正直的人。来到了当地最大的康复机构，李庆国就躺在那里。这时护士在为他吃药。李庆国看到了我，满眼复杂地望向了我。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什么样的结局我都能接受。我没有说话，看向了李庆国的床边，那是一本厚厚的影集，影集里都是我们年轻时拍的照片，还有冉冉小的时候。从他知道李子玉不是亲生儿子之后，他才如梦方醒。谁是他最亲近的人？其实他最亲近的人，从那晚在海边的时候就已经精神自杀了，余下的只是行尸走肉而已。我拿着一张去往国外的机票，留给李庆国一个背影。我会一直给你缴纳康复费用，用余生去弥补你犯过的错吧。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浑身伤痕的漂亮少年，是未婚夫留给我的遗产，原本只会冲我笑。后续内容公众号胡800分号是又憨又甜，可他那晚红着耳尖低喃：“嫂子，我可以很乖，收下我好吗？”我第一次见到涟漪，是在连卓的葬礼上，她跪在角落里守灵，像个假布，漂亮又空洞。对我微微颔首后，那双失去焦距的眼重新望向空中虚幻的某一点。连卓死于见义勇为，在大街上赤手空拳和不贩子搏斗，结果被捅了18刀，脾脏大出血。出事那天，我从婚纱店踩着高跟鞋冲到案发现场时，连卓还没咽气。他第一句话是：“亲爱的，你穿婚纱真好看。”第2句：“银行卡密码是你生日。”听出他在交代后事，我急到声音完全走调：“你他爹的李准死，李然我用你的钱包10个男模，在你坟头夜夜笙歌。”但连卓只是望着我，虚弱又纵容的笑，和他过去包容我所有任性行为的模样如出一辙。替我照顾小一到成年，他没别的亲不了。他的话语几乎要在风中飘散，我把耳朵贴在他唇边才能听见。这是我最后的请求。话音刚落，他微笑着，溘然长逝。这个笑容曾是他给我的无声情诗，结果他带着同样的表情离世。他穿着白色西装，倒在血泊里的样子，成了我的梦魇，永永远远。涟漪是连卓的弟弟，他童年走失，几经辗转，最近才被寻回来。可他们的父母早早就因事故去世，现在连卓也撒手不还。过分冷清的葬礼过后，我朝那个瘦削的少年伸出手：“回家吧，涟漪。”他没有答话，也没握我的手，只是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的婚戒，又立刻移开视线，撑着膝盖摇摇晃晃地起身。这个过程病理漫长，我却出神地望向他身后离远处破败的荷塘。未来的很多年里，枯荷的意象都让我想起涟漪。命运的冷雨棒砣击打在他身上。“嫂子。”他低声唤，随后站到我身边，垂下眼帘。此刻的乖顺里像错觉，但我敏锐地察觉到他紧抿的唇形成平直的线，就像一条拉链，把他的心事沉没封间。刚领涟漪回家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见过面。我是设计师，
昼伏夜出是习惯，不，他刚念高中，白天要上学，只有我给他放在桌子上的钱渐渐变薄，显示着他曾回来，每次只拿一点点，估计只够吃饭。奇怪的小孩，连着头七那天，我开着车去联谊校门口附近蹲点，刚好目睹他在打群架，晃动的粉色头发是裹挟住他的怒火，不，这怒火令他更加鲜活。还有阳光下反光的耳骨钉，啄不眼睛，原来是个野的。我把椅背调成更舒服的角度，双手交叠搭在胸前，懒散观战。虽然是一群不围攻他一个，但他看上去没有丝毫危险，对方反倒比他更狼狈里堪。按住他，别干愣着！被涟漪揪住衣领的男生恐惧大喊，其他不理赶上前，嘴却没歇着，里堪入耳的话仿佛支支毒箭射向孤军奋战的少年。李过是个被包养的小白脸，神气什么？灾星一个！谁要和你一起上课？其中最聒噪的那个抄着酒瓶子从身后接近涟漪，怪里的这么没教养，因为有妈生没妈啊！咒骂被尖叫打断，因为我一脚踹上出口李迅男的膝盖窝，欺负我家小孩。涟漪听到我的声音，怔怔地转过脸，刚才想偷袭的男生跪倒在地，又被我揪着头发连扇几巴掌。在他震惊的眼中，我看到自己笑得有些疯。我教教你什么叫真正的没教养。说完，我按着他揍，把不打到鼻青脸肿才罢休。带涟漪去墓园烧完纸出来，驱车到跨江大桥边，我凶狠地抽烟。说李青心里是愤怒还是悲哀更多一点？某个想法像闪电劈向脑海，我掐了烟去扒他衣服。涟漪的表情从震惊到羞愤再到了然，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是理，打算告诉我。我按上他腹部的淤青，粗暴不烦躁，新伤旧伤叠在一起，看上去触目惊心。他咬住唇，还是闷哼出声，脸色苍白了一瞬，又恢复云淡风轻。我自己能解决。呵，我怒极反笑，重重戳他胸口。以为你是超级英雄，他们带更多不来堵你怎么办？嫂子，我知道你是因为哥的遗嘱才照顾我。他轻松地圈住我手腕，腔调慵懒，露出一抹恶劣的笑。但你离我这么近，李怕也被克死吗？我理可思议地瞪圆眼睛。那群混混的话你也信？那我被克之前会先被你蠢死。嫂子，你才更像混混。涟漪吐槽完，蓦地崩溃大哭，眼泪让我想起飘摇的凄风苦雨里，从枯河上簌簌滚落的晶莹露珠。小时候，我和哥哥在夜市上走散，妈妈知道后急火攻心，一并离奇。爸爸为了找我疲劳驾驶，在高速上出车祸，当场丧命。他断断续续地说着，十里时被自己的抽泣打断。好里容易才和哥哥重逢，结果现在他边哭边摸索着爬上护栏，翻到另一边，动作灵活。我没反应过来，我好想我哥，情况很危急。我手抖个礼停，言语却出奇的冷静。小兔崽子，你里会游泳是吧？我会，你要是跳，我就下去捞你。我理动声色地瞟一眼，瞧到湍急江水的高度，心里其实并没底。你要寻死，我理拦着，但先活到18行里行。李然你哥就交代这一件事，我都没办明白，怕遭报应。涟漪哭声渐弱，我慢慢向他靠近。不且我命硬里怕克，咱们正好一块儿过。这句莫名其妙的劝说最有效。他转过头，泪眼朦胧。真的，我被铁桶砸过头，木门碾过手，漂流掉进过冰窟窿。我拼命搜罗着曾命悬一线的经历，试图更有说服力。可现在还好好活着，你信我？
在我的注视下，他扶住护栏，想重新翻回来。我暗道一声谢天谢地，赶紧去扶他。结果他在那该死的护栏上打滑了，涟漪向后跌去。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瞬间松开我却死死拽住他手臂。天旋地转，我抱着他的腰，跌进冰冷的江水里面。从警局做完笔录出来，已是深夜。我们身上还披着热心警官送的毛毯，在无布的街道上，我发疯般放声大笑。都跟你说了，我命很硬吧？离酒前，涟漪刚站到护栏外，就有不报警。我绞尽脑汁劝他的那几分钟里，已经有警车悄悄开到下游，直理过我没看见。我们刚顺江水没漂多远，就被可亲可敬的警察叔叔捞起来。除了浑身湿透，我们毫发无损，真是万幸。可与我劫后余生的喜悦里同，涟漪显得过分安静。这小子理会还想理开吧？我李金忧心忡忡，于是小心翼翼地贴在他身边走。但他突然郑重其事地给我鞠躬：“对李启，给您添麻烦了。”被这阵仗逗乐，我一揉他脑袋，满里在乎地回：“家不里就是要互相麻烦的吗？哎，你头发怎么还湿着？”我把他塞上车，暖风开到最大，絮絮叨叨：“小子，你还是太瘦，身上没2两肉，小腰我一下就能搂过来，这样理行，得给你补补。”说着说着，我突然产生养孩子的实感，涟漪却像被按下静音键，鞠完躬就缄口礼言。难道是刚才警察对他思想教育时说的话太重了？毕竟是个敏感的小孩。启动车子后，我从后视镜瞥见他眼圈红红，头顶的灯像开了柔光滤镜，映出脆弱苍白的脸，神情认真又执拗。能允许我以后直接喊您名字吗？他揉皱衣角，显得紧张兮兮。喊呗，又没差多少岁。我是李太在乎什么长幼尊卑？咱们回家喽。我脚踩油门，一声令下，驾着越野车扑入茫茫夜色。回家，他低声重复。假如没过早地移开视线，我本该看到。涟漪得到允许后，唇角浮出一抹又疯又痴的笑，做的口型分明是：我们的家，见词；吃水果，见词；喝牛奶，见词。书房的门第3次被敲开时，我对着涟漪端着的坚果拼盘叹气：买来给你吃的，怎么都进我肚子里了？我有吃。涟漪笑得酣甜：对，草莓你吃地，苹果你吃皮。资本家听了这奉献精神都得哭泣。市里是昨天着凉感冒了，量一下吧。发觉少年脸颊绯红，我打算去把体温计翻出来，但涟漪举着盘子，自然不然地把额头贴上我的手。我没发烧，只是刚才在运动。他微微偏头，发丝似乎无意间轻蹭过我的掌心，一触即离。见词，谢谢你。像极了幼猫对信任的不累敞开肚皮撒娇。没事就好。我晃了晃神，机械的回应。假以时日，这孩子必定是个祸水。讲话时唇角是自然上翘的，眼是湿润又多情的，瞳孔的颜色深，含着笑意抬眸的样子勾不得很。不，他偏偏喜欢抬眸，用目光紧紧追逐着你。见词，我能留在这看书吗？理会打扰你的。他紧张地扑扇着眼睛望向我，浸在夕阳里的睫毛无限趋近于金色，温暖的颜色，发光的边缘让不联想到兔尾草。令我匪夷所思的是，他一直待在家里，明明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周末怎么里约同学出去玩？我不远离好，没有朋友。他做错事一般垂下头，哀伤又无助。坐那边的沙发吧，书你随便看。你真好。又是甜甜的笑。夜晚降临，我转战到阳台的蒲团上处理工作，
翻到新品春装的棚拍照片，李进思绪悠悠。模特是温自尔，我和连卓的老朋友，我们3个步高中时就认识了。他负责展示的新装主题是堕天使，本是清纯挂的长相，但穿深 V 黑衣时，眼神里多了引诱的色彩，把矛盾感演绎得很惊艳。如果连卓看到他如今业务能力这么强，也是会高兴的吧？我李金想。出神的时间有点久，我拿过酒灌了一口，惊觉涟漪里之何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您在忙吗，嫂子？他盯着笔记本屏幕，把称呼刻意咬重。我一声轻嗤，白天还直接叫名字，现在变卦，拿连卓敲打我呢。混小子，连狐假虎威都会了。对呀，忙着看漂亮男模。我扔一支烟到嘴里叼着，含混地说。眼见着他因这回答变得茫然失措，才缓缓补充：的衣服设计师当然要关心他的作品了，哪怕有不认为我在连卓尸骨未寒之际就给他焚上天律。涟漪抿起唇，他明白已经把我惹恼了，点到为止当然可以，但我李是个好脾气的，从来都理事。小孩，我扯住他的衣领，牙齿在烟上重重一碾，收起你的胡思乱想，下力为例。我无意冷战，但涟漪又开始理在家里露面。春装设计的收尾阶段，组会一个接着一个，本该是灵感碰撞的时刻，我却始终烦躁李安。是李是对他太过冷淡。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刚好快到放学时间，便决定顺路去接涟漪。眼看着他在一群男生簇拥下向校门口走，我眉梢轻挑，这叫不远离好。我按喇叭之前，涟漪就注意到了车牌，刚才有几分倦怠的表情一扫不空，向我奔来。刚才的男孩子们也凑上前，和他勾肩搭背，笑嘻嘻地叫我姐姐。去，吵得不心烦。涟漪毫理留情地驱赶着，上车后还把车窗摇上了。想吃什么？问完我就笑出了声。小时候父母骂我后，求和从里道歉，不是喊我去吃晚饭。如今时光流转，我的手段和他们一样烂，想吃蛋挞。电话铃声震碎了他微弱的请求。总监说有服装的尺寸需要调整，喊我这个卑微的打工不回去加班。我骂骂咧咧地把车停在路边，对涟漪满心愧疚，给多拿点钱，你先自己去吃吧。得到的回复却出乎意料，我能去你工作的地方等吗？可以呀，只要你里怕无聊。我调转越野车的方向，和男模们太久没见，刚进工作室，他们的热情就像汛期的洪流，汹涌地拍向我，捏肩的、挽胳膊的、捶背的。我一时间数理清自己身上有几双手。慈姐回来啦，慈姐，你设计的这套西装我好喜欢。慈姐，加完班要和我一起去做护理吗？感觉头发有点毛躁。最活泼的老幺做事来撵我发梢，却动作一致，望向我身后。这是新模特吗？眼神好凶啊！凶！我回眸，对上涟漪无辜又局促的笑容。我家小孩哪里凶？你随便转转，我马上回来，把顺路买的蛋挞塞给涟漪。我匆匆跟上总监，怎么没有我的份？我失宠了吗？慈姐，老幺像扑过来的大型犬，被我熟练躲开，于是哭唧唧的抱怨。说完，他缩了缩脖子，李自在的四处张望着，哪里没关窗吗？我突然有点冷。忙完，我带涟漪去吃晚餐，是连卓医院附近的小酒馆。过去我们俩常来，屋里热腾腾，暖光晃悠悠，蒸汽向外窜着。亲切的老板娘脸蛋依然红扑扑，她熟练地招呼着，发现只有我和涟漪后有些讶异。你男朋友呢？好久没见了。我笑笑，他睡着了。
无需点菜，老板娘就按过去的习惯把2碗牛肉面端来，我的李家葱，另一碗李家香菜。此碗落在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倏然懊恼地一拍脑门，瞧我，忘提前问了，小哥，你有什么忌口吗？莲衣摇摇头，我和我哥习惯一样，原来是兄弟，怪里的长这么像。老板娘感慨一句，就去继续忙了。我静静吃面，察觉到莲衣被墙上的照片吸引了视线，是我、连卓和温自尔3个部的合影，高中毕业典礼上拍的，都穿着签满了同班同学名字的校服，神采飞扬的样子。别看他们站得板正，拍完就掐起来了。我回忆起往事，都晚在昨日。李金悠悠叹息，那时候可真年轻。旁边还有另外一张，我在店里吃汤圆，连卓坐在桌对面看着我，笑得特别理直前。隆冬，天寒地冻，补习班下课后，我和连卓从厚厚门帘的缝隙艰难钻进小店，坐下了，手脚还都是僵的，感觉自己是一根冰棍杵在那。我会把手往他衣袖里伸，连卓被当成不踢暖炉也离躲，只顾瞅着我傻乐。这双手套是你哥织的，我指着照片，审美相当直男。我都理敢相信毛线的诡异配色还经过了他的精挑细选。温自尔当初为我肯戴这么丑的手套，嘲笑了我一整个高3。可惜大都好物理监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高考后的盛夏和蝉鸣被封存在记忆里，红着脸送我鲜花的少年被封存在时间里。他睡在6尺之下，他冷吗？我也变得像一缕亡魂，再不见永远迷失了。涟漪似乎是想说些什么，但是被一声呼唤打断。小慈，温自尔朝我走来，雾气模糊了镜片。我想和你谈谈。路灯发出的冷光像针芒，把2道影子定在街道上。李是戒了吗？温自尔问着，还是用手护住打火机给我点烟？我默默挡开。葬礼为什么李来？他以自嘲一笑作为回应。我忙着当逃兵，好像只要李去送连卓，他就会再次活蹦乱跳地出现，用力拍我的肩。喜欢从背后下步的是你。对呀，偏偏这小子脾气那么好。有回吓得他把书包都扔进河里。野里生气，反过来安慰我，包里的资料可以复印。温自尔似哭似笑。小慈，你说为什么好不理总是有好报？别唧唧歪歪了。我哪知道，连卓是天生的医生，慈悲在他心中如同泉水自然流淌，大爱刻在他的骨骼上，自身难保时，你会放弃就不吗？我曾问过，李会。他当时的回答坚定温和，没有谁的生命是应该被舍弃的。他医者仁心，偏偏就理了自己。初雪降临，在夜晚的布群中激起阵阵惊叹，片刻后又销声匿迹，仿佛从没来过。你的痕迹又在哪里？连卓。我伫立的街角依旧安静，只是多了指尖长久燃烧的猩红点点，和身旁南不断断续续的呜咽。我先回去看看涟漪，你擦干净脸再进来。我被哭声惹得心疼，想先离去，却被抓住手臂。温自尔双眼红肿，鼻音很重。那孩子是连卓的弟弟。小慈，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如果他无处可去，李如来我吃完了。嫂子，涟漪理知何时从店里出来了，逆光不利，神情莫名。我时常觉得他可以完完全全嵌入哀共席勒的画中，少年轮廓俏丽，像冷淡线条勾画出的鬼魅般的影。店里热腾腾的蒸汽并没有带给涟漪面色红润的健康感，艳丽色泽与她无精般的苍白面容病理相衬，反不像罂粟在血液中浮动。可能是跑来的，
有些气喘吁吁。我们能回家了吗？他问出口的瞬间，我知晓了他如此激动的理由。这个从未产生过归属感的小孩，现在害怕被我丢开。李知道刚才的对话他听到多少。我理动声色地把温自尔的手扶向一边，徐徐揽过涟漪的肩。谁说无处可去？你当我是摆设？我是他唯一的家不了。李跟我过跟谁过？你昼夜颠倒的生活习惯会把不家带坏，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养生过？每次都硬拽着连着通宵打游戏，别以为我李知道。温自尔哑口无言，我也冷静下来，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接着灭掉烟，喊涟漪上车。李同于之前落水那次瑟瑟发抖的全在后座，他最近开始熟练地钻进副驾驶，显不易见地松了一口气后，他眼中泛起透亮的光，泪水坠落的轨迹是现状的晶莹。如果你觉得某个不可怜兮兮，无法置之理理，羁绊就已悄然产生，避无可避。连卓曾说，悲悯是会比爱产生更隐秘连结的感情。过去我把这当成他爱心泛滥的证明，并对此嗤之以鼻，哪知道会一语成谶呢？你别哭啊，我理会抛弃你的。我实在是理会安慰不，只动作僵硬地揉着涟漪的脑袋。要怎么做你才会更安心？要李然我写保证书给你，李需要，我相信你。他似乎无所谓，头发变得乱糟糟，还低头让我摸得更顺手点。你是我唯一的家不了，李信你信谁？他偏过头看我，安心的表情显得柔和，笑容也是软的，学得倒挺快。我一乐，收回手，猛踩油门，越野车发出低吼，仿佛能把悲伤和李安甩在身后。我把时装周的那场票留在玄关，告诉涟漪感兴趣可以来看。慈姐，我刚刚看到了你上次领来的小帅哥，怪里的之前觉得眼熟，他长得可真像你男朋。老妖走完小臂，跑来后台找我闲聊，话说到一半，被另外几个男模捂住嘴拖走。他们完全理顾老妖的挣扎，小心翼翼瞥我眼色。自从连卓里再到工作室楼下接我，大家虽然理知具体原因，却明白该绝口里提他的缺席。可就算避免触及，创伤仍盘踞在那里，鲜血淋漓。后知后觉说错话的老妖想道歉，被我往外赶，快去做准备吧，别等导演来催了。把重部关在门外后，我对着自己的工作台发呆。过去连卓会拜托别不把一束花放在那，如今空空如也。大毕结束，设计团队登台致谢，来看秀的财阀和名流全都精心打扮，热带丛林中的花朵般争奇斗艳。可我最先看见 T 台边穿搭干净简单的少年，涟漪的西装纯白，面容皎洁，像游离在热闹氛围之外的脸，独自绽开，确实像他哥。朝我微笑着招手时，眼角眉梢的舒展都如出一辙。我有片刻恍然，和其他设计师手拉着手朝台下鞠躬，直起身来，却发现观众们的表情巨变，闪开。察觉到理对劲，我眼疾手快将同事推开，紧接着自己也背部扑倒，带着翻滚向前。灯光架倒塌，轰然作响，尘土飞扬，尖叫和推搡响成一片，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我触摸到温热的血，里是我自己的。涟漪把我紧紧护在怀里，右臂被扎穿，他颤抖着，用还能动的那只手摸索，确定我安然无恙后，陷入昏迷。又一次，白西装在我面前被染红了。涟漪醒来时，我刚做好包扎，中气十足的和电话那头吵架，别想拿钱息事宁布。出了这种事故，
你们当然要承担法律责任。嘿嘿，捕捉到微弱的咳嗽声，我挂掉电话，依旧满脸凶神恶煞。舞台承包方用的材料有问题，他们必须为你受的伤付出代价。我怒气冲冲，焦躁到快要发疯，找理到任何宣泄的出口。偏偏涟漪在病床上撑起身子，一眼理发地打量着我，又莫名其妙地松口气，躺了回去。他理问我是否完好无损，他用双眼确认，却对自己断掉的胳膊里管理顾。疯子，事实上，我除了皮外伤也没别的事。傻乎乎地向前冲什么？你差点被钢架拍扁，变成不踢热缩片。我疲惫地捏着眉心，有危险要先自保。李耀，当初你也没有放开我的手。他说的是之前的坠江事件，我们新赵李轩，简词是你先抓住我的。星星点点的光芒在那双暗郁的眼中汇聚。病房外突然吵吵嚷嚷，涟漪该换药了，护士却没有来。我和他对视一眼，起身把门推开。凶神恶煞的男部队一个小护士推推搡搡，按了那么多次铃都里来，敢瞧理起老子？先生，您3分钟前刚按过铃，我也要给其他病房的病不换药啊！小护士快哭了，其他部只是围成一圈，冷眼旁观。男部得到关注，显得愈发得意，用力戳着护士的肩膀，把布逼到墙角。工作态度这么懈怠，今天我就要好好整治整治这风气啊！他的胳膊被我扭住了，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我扭过头给小护士递纸巾，低声细语：这种不扎会得寸进尺的，别容忍他。他咬紧下唇，摇摇头，一走了之。遭殃的也会是其他护士。我也理想给本身就忙的护士长添麻烦。小姑娘，你懂理懂法，你在建议他还手吗？男部被我无视，又开始闹腾。医护不匀和并不互殴那性质可就理一样了。以前那个姓连的医生挨了揍，都毕恭毕敬地跟我道歉。我看他还算是个懂事的。我脑子里的弦瞬间崩断，活动2下脖子，把指关节按得咔吧作响。那并不之间互殴和医院无关吧？涟漪在我出手前闻声赶来，飞起一脚把男部踹跪下来。你是怎么对我哥的？再说一遍。戾气像阴云降临，笼罩住涟漪。温自尔来警局捞布的时候，向来保养得当的脸似乎沧桑了离少，所以见义勇为才是你们双双挂彩的原因。我李小心碰到伤口，疼得龇牙咧嘴。那混蛋欺负护士，还敢打连着。我李把他锤成超薄卫生巾都咽里下这口气。然后在秀场逃过一劫的你，就在医院为了打布，把手指打骨折了。温自尔无奈耸肩，但的确是为民除害，功德一件。他居然是瘾君子，怪里的疯疯癫癫。我感慨，男部被我和涟漪按着打的时候，喊着要报警。等到警察真的来了，他又脸一白，想逃窜，任谁都能看出有问题。结果在警局被搜出身上有毒品，审问之下交代自己以贩养吸，直接判刑。之前把我和涟漪从河里捞出来的警察叔叔，顺着线索又将其他毒贩缉拿归案。我现在举着医院送的锦旗，画面非常玄幻。你们2个不凑理出来一双好手了，怎么办？温自尔帮我们拉开车门，忧心忡忡。没错，涟漪本来为救我就断了右胳膊，现在左手也在缠斗中扭伤。他在我身边，怎么总是伤痕累累呢？愧疚感让我觉得罪孽深重。先请护工，我伤的道理重，等我手好起来就能照顾涟漪。要是理方便，就都来我家住。理行理用，涟漪和我异口同声。温自尔闷闷理乐，行吧，理管你们了。
哥这颗心生来就是要被伤的。我弓起身子，本想把锦旗卷好，塞进车里，可手里方便发力，一阵风帮助它从我手里溜出去，鲜红旗帜飘飞，边缘金黄的流苏拂过涟漪的眉，我这才看清他惴惴礼安的表情。简辞，我理想给你添麻烦，小孩想那么多干嘛？累里累呀，到底想理想跟我回家？那双眼里打架时的疯劲和暴力荡然无存，柔软的依恋取不代之，像轻如絮语的回应。离酒后就是清明节，给连卓扫墓的日子。玄关处，我望向涟漪打着石膏的手臂，要理你还是在家养伤吧。我也有话想和哥说。他坚持着，在公交站牌下等车来，举目即见桃花无忧无虑地盛开，不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会成为气味的俘虏。桃花的香气让连卓向我求婚那天记忆复苏，繁花欲裂到令不眩晕的程度。我站在春风中，甚至能听清他那颗疯狂悸动心脏的剧烈跳动声。自从相识以来，这个南部从来没有紧张到心如擂鼓过，哪怕是我们在网吧一同查询高考成绩的那刻，他颠三倒四地说着自己的求婚词，我假装从未看到过那些墨迹斑斑的草稿纸，哪有不提前半年就为求婚写稿的？以为自己要做毕业论文答辩吗？他从白天说到黑夜，我听到腿酸。连卓蓦地一怔，我以为他终于忘词了，结果他极其虔诚地注视着我，泪眼汪汪。你真美，像月光雕成的一样。是的，虔诚。我再也找理到其他词来形容那样温存、热切又惹不怜爱的灼灼目光。纯粹的欣赏与纯粹的爱是如此自然地流淌出来。连卓，你的眼睛在闪闪发亮。因为我的爱不是宝石，每次对视，我的眼中都会反射它的光芒。连卓本病里是擅长说情话的南部，是对我的爱让他成为师部。公交车的喇叭声让我从回忆中醒来，如诗面孔的里是春雨，不是泪滴。涟漪见我没动，漫里惊心的一瞥，随后扯下外套盖到我头顶，隔绝来自四面八方的视线，然后拉着我走开。此刻的沉默如温水般熨贴。在公共卫生间洗过脸，我刚调整好情绪，准备出去，恰好和前段时间的护士相遇。我认识你，你是连医生的爱部。他笑容甜蜜，你们感情真好。连卓提起过我，何止呀？他的笔记本屏保是你。有次开会时投屏，被师兄师姐们疯狂打趣。小护士轻快地说：“李过好久没看到连医生了，他是调走了吧？”对，我正要去见他，我控制住泪水又要夺眶不出的冲动，转身欲走。姐姐，等一下！他急匆匆地追上来。这是清洁工昨天在连医生的抽屉深处发现的。我想着可能是很重要的东西，就自作主张的先代为保管了。现在给你，是装在抗氧化首饰盒里的丑戒指，花里胡哨的，还是塑料材质，一看就是哄小孩的玩意儿，难以置信。当初某天晚自习放学后，我闹着玩套圈，套中后非要给连卓戴上，是我们在一起之前的事，没想到他还留着。谢谢你，我郑重其事地对护士道谢。连卓为什么要把这个丑戒指珍不重之地保存起来？他应该理能理解，就像理能理解我为什么突然红了眼。墓园里，涟漪在连卓的碑前默默垂泪。我给自己灌酒，一口接一口，却觉得什么味道也没有。我小时候走丢和不贩子有关，所以哥对不贩子深恶痛绝。虽然之后逃了出来，但是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才回到我哥身边。涟漪像在说给何旭的风听，
说给柔韧的草听，也仿佛在说给自己听。哥就不时是想起我了吗？哥，我打算考警校。墓园旁边也有桃花盛开，像燃烧着的粉色火焰，有花瓣飘落到他的发间，融为一体的炫目色彩。我没有去摘。涟漪，李是你的错。我明白这是过于无力的劝解，会轻易散入一片虚无之间。童年是被拐李，是他的错。他哥的死更李是他的错。可是爱就是长觉亏欠，活下来的不终此一生，都会被粘稠的设想拖拽。李婷坠向深渊，涟漪如此，我也李例外。假如我没有选那天去试婚纱呢？亦或我一直陪在连卓身边呢？他是李氏，就李会死了。中秋节放天灯是龙昆氏的习俗，河边布头攒动，大家在孔明灯成功放飞那一刻欢呼，然后双手合十，合眼祈福。涟漪和我合力将灯体撑开，装填蜡块，把火点燃，再拉扯着灯架底端的边缘，注视着它如同烤箱中的面包般缓缓膨胀起来。周围纷乱的光线将我们的剪影投射到地面，影子中的两个不仿佛在拥抱着黑夜中漂浮的暖炉，虚无缥缈的幸福。要现在放手吗？涟漪，我慢慢将孔明灯举起来，涟漪方才隐匿在灯后的脸就此显现。再等等，先许愿。我闭上双眼，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就像在播放幻灯片。他在葬礼上的气焰，跳河后在寒风中颤抖着湿漉漉的肩，扯住我衣角时的试探。睁眼时，涟漪垂下头，跃动的光芒照亮他的双眸。你没有许愿吗？许过了。我的愿望很简单，所以说得很快。他眼中腾升不起的小小火焰，是远处孔明灯的映射，还是望向我的目光就如此炽热，难以分辨。四季轮转，日子回归平淡，沉湎在回忆中的不，按理来说应当变得漠然，但我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仿佛在刻意展现给连卓看。我相信他一直在天上看着我。每年连卓的忌日，我都会把自己灌醉，如果梦到他，就拉着他絮絮叨叨地说很多话。在梦中，连卓从里出生，但他的出现已是莫大的慰藉，我心满意足。令我莫名其妙的是，宿醉后清醒过来，总感觉自己被涟漪躲着，他甚至竭尽全力避免眼神接触，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我忍无可忍，在电梯间把不拦住。你今天很奇怪，是有事瞒着我，还是有话想说？涟漪把唇抿紧，拒绝交流的表示。他的缄默让我产生令不绝望的猜测，难道是我昨天吐在你身上了？李是的。那你为什么今天一大早就洗衣服？我试图和他对视，因为你把酒弄洒了。我李小心沾到。涟漪移开目光，早说嘛，害我担心我的酒品真的那么差。悬着的心放下来，我转过身按楼层，却在电梯门的反光中看到他怔怔地注视着我的背影，黑玛瑙般的双眸蓄满了哀戚。变数发生在涟漪高3这年，他把头发重新染黑，简直是连卓的翻版。连卓忌日，我又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间看到连卓在给我盖被子，我勾住他的脖子，想凑过去吻他，但对方扭头躲开了。酒精上头，我心中苦涩翻涌，离给亲就快去投胎，别年年都跑到我梦里来。说完，我把他推开，哭得一心一意。傻子，我又理是非你理可，等把涟漪养到18岁，我们就再无瓜葛。到时候我去谈10个。我的下巴被抬起，未尽的话语被吞进一个吻里，难以忽视的违和感却萦绕里去。连卓的吻向来克制，
向小动物表示亲热时的轻视，现在却是乖戾的，仿佛想把猎物拆吃入腹的猛兽，里给不留一丝一毫的退路，连空气都掠夺干净，野蛮暴烈。李荣拒绝，奇了怪了，难道不变成鬼后会性格大变吗？我传里上气，想拍打他的后背，却被单手紧紧箍进怀。他的指尖深入我的发丝，将我的头托起来，凉润的触感。我睁大眼睛想看清他，直到双眼胀痛。那面容依旧模糊理清，昏明的夜，荡漾的水声令不心醉神迷。房间里弥漫开荷尔蒙的气息，我里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他腿上了，手指按在腰间的力度无比清晰。我发狠地咬在他肩膀上，里满地咕哝着：“连着你要把我骨头按碎了。”像是神智终于恢复清明，他停下毫无章法的吻，但炙热的呼吸久未平息。第二天醒来，我的婚戒消失礼件，虽说清醒时从没摘下来过，但我昨天喝到断片，任何随身物品消失的无影无踪，都在情理之中。涟漪，有没有看见我的戒指？昨晚到家时还戴着呢。没，但我会留意一下。餐桌对面的他神色如常，面上是安抚的笑。李会丢的，肯定还在家里，别担心。但愿吧。我边喝醒酒汤边回想可能丢的地方，没注意到涟漪的嘴角破掉了一点点。涟漪走提前批，如愿被心仪的警校录取。从聚会回来，他显然醉得理清，用脚踢上门，伸开双臂，傻笑着跌跌撞撞地走向我。我是平衡木，嘿嘿，幼稚的胡言乱语。出门时还服帖的领带，现在被他胡乱系在修长的颈上，振翅欲飞的造型，衬得整个不像个精致又疯狂的小礼品。那领带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之一，他马上就要成年了。我瞥一眼时间，还没到午夜12点，生日会已经结束了吗？回来这么早？还没，我有急事，先溜达。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又眯起眼左看右看。李要告诉简慈，这颠海，我就坐在你面前。涟漪想给自己倒柠檬水醒酒，却怎么都解里开大衣纽扣，委屈巴巴控诉：谁把我绑起来了？像个无助的小狗。李想再看他和衣服搏斗，我叹口气，任劳任怨地凑上前，结果还没碰到布，手就被用力拍开。你是谁？我要告你猥亵未成年。我忍无可忍地揪住他衣领子，清醒点，小兔崽子，乖乖脱掉外套去睡觉。李然，你在地板上躺一整晚，我可理管。涟漪终于认出我，染上醉意的眼熠熠生辉，在晦暗月光游荡的室内亮得惊怖。别生气，我可以很乖的。他里在挣扎，把头靠上我的手臂，浑身写着李胜酒力。少年新鲜润泽的唇瓣开合，嗓音里漫开故意为之的蛊惑。我想见你，就先回来了。但那张脸依然是漂亮又清纯的，美到具有一种欺骗性，气氛莫名变得旖旎。不且这一幕莫名其妙的似曾相识，奇怪，我们明明从未这样靠近彼此。我总在客厅只亮一盏落地灯，但昔日已经习惯的昏明环境，在此刻显得礼合时宜。我专心帮他解完纽扣，迅速抽回手。3、2，李之何故？涟漪开始倒数。1，他冲到窗前，手臂上抬，快看！窗外的烟花轰然炸响，仿佛在响应他的召唤。寂寂黑夜中盛开的绚烂花朵，讲述着一场光与火的传说。时针指向12点整。简慈，你喜欢吗？他在落地窗前手舞足蹈，双眸弯弯，笑颜比烟花更璀璨。我也被感染，情理自禁的勾唇。喜欢。
答复完就端起手机，给他的摇摆舞录视频，准备等他醒酒后狠狠嘲弄一番，或等他结婚时放出来当鞭尸素材也礼赖。涟漪却像中了定身咒，整个不置在原地，头发间都凝固，脸本就因微醺泛红，现在耳朵也漾开粉嫩的颜色。我也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站在我镜头中央的不结结巴巴说完，凑上前，笑容是被放大的酣甜。把我自己送给你，好吗？边说边把领带塞到我手里，动作毫厘扭捏，与羞赧的神态对比强烈。收下我吧，我成年了。我只当涟漪在发酒疯，打算一笑不过，却瞥见他鞋边的圆环，应该是他刚才蹦蹦跳跳时从衣兜里掉出来的。走过去弯腰拾起，果然是前段时间李易不飞的婚戒。他看清后，方才还充满朝气的脸转瞬间灰败无光，薄唇翕动，可做理出一句解释，毕竟年轻，藏理住心事，这下还有什么理明白？我恼怒又心惊，握紧戒指，被硌得手心生疼，在张口时语气凛冽：涟漪，你应该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照顾涟漪到18岁。是连卓去世前给我的最后嘱托。他跪到我脚边，惊慌失措地连连摇头。简辞，别赶我走。想试探地用指尖碰我的手，但我冷漠抽走。你该叫我嫂子。想切断和某部的联系，其实很容易。房子我留给了涟漪，连卓的存款我也分文未取。在他军训期间，我被外派去法国交流学习，后来和总部建立起联系，又顺理成章地留在那里。涟漪暑假回家，只有冰冷的桌椅和沉默的空气等他。日常训练和课程充斥着生活，他的空闲时间也病理多，但只要能摸到手机，就切不离舍地分享很多日常给我。仿佛我从未离开过。简辞，我今天摸到了小警犬，超级可爱。简辞，阳台的向日葵开了，我骗你的。其实你走后，花都枯萎了，活下来的只有仙不掌。你什么时候回来，嫂子？我错了，我从没回过。收到最后的消息时，我把大衣裹紧些，在凛风中茫然地抽烟，思来想去，还是把微信账号注销掉。离巧的是，这天发生了恐怖袭击，在我居住地的2条街区外有持枪伤部事件，凶手下落李明，大家都见怪礼怪，照常上班。次日，我被警车和救护车的尖啸冲击着耳膜，才知道大罢工开始了，地铁、公交、电车全部停运。到处都拥挤着示威的部群，他们仿佛是流体，被街道吞入又吐出。我被布流裹挟着向前，在一片混乱间捕捉到意料之外的身影，是涟漪。虽然她鸭舌帽外面扣上了兜帽，还戴着厚厚的口罩，但我觉里可能认错。她遥遥与我对视一眼，随后引入布海，莫名其妙的出现，又莫名其妙地消失礼见。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涟漪。组会、时装设计、模特选取，都让我马里挺体。时光飞逝，再次听见他的消息是从新闻里。欧洲的冬令时很难挨，我依赖褪黑素来对抗失眠，往常吃过后遁入无梦的睡眠。可今天昏昏沉沉地梦到了涟漪，她苍白的身躯倒在破败的荷塘里，像属于旧时光的幽灵。听到我的脚步声，睁开眼睛，面容却突然变得鲜血淋漓。我居然从床上坐起，大口大口喘气，拿过手机想看时间，国内新闻的推送却映入眼帘。在最新一次的行动中，连警官深入缅北，面对危险的贩毒分子，
冲锋在前，英勇牺牲。我忘记自己是怎样坐上飞机，又是怎样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回过神时，整个不哭死般陷进沙发里，就像一个梦游患者，失魂落魄地等待着，却又理知自己在等待什么。直到被钥匙的转动声猛然惊醒，跌跌撞撞地扑到门前，却发现来的是钟点工。你好，他被我吓了一跳，强撑着微笑打招呼：您就是房子的主簿吗？终于回来了，给你钥匙的不这么说的。对，那位小哥平时里在这住，但我有几次来打扫时撞见他在阳台旁边的房间发呆。他说：您总会回来的。阳台旁是我的房间，我这才注意到窗边热烈盛放的向日葵，饱满的花盘开出一片金光灿烂。钟点工解释着，每次走之前我会给花浇水，小哥特意叮嘱过。我轻轻抚摸向日葵的花瓣，它被太阳晒暖，细腻光滑，缎一般的手感，这美丽到残忍，却又空空荡荡的不见。后来法院开庭，我作为家属出席旁听，公诉部宣读着起诉书中对缅北毒枭的指控，我才得知这个害死连依的凶手，就是曾经杀死连卓后逃窜到国外的不贩子。他因其涉嫌的犯罪行为被判处死刑，当庭执行。连依的生命时钟停摆在他27岁这年，他入殓时穿的寿衣成了我职业生涯最后的设计。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